OK， 忍無可忍，無需再忍啊！鄭麗文也終於不忍了，向趙少康及國民黨內的那些反動派們宣戰了。2026年5月15號上午，國民黨因為要迎接下來的大選布局啊，在革實院舉行了2026空戰執行力3組培訓計劃的課程。然而呢，這場原本旨在提升團隊戰鬥力的內部培訓，卻意外演變成一場外界高度關注的內部批鬥會。據現場與會人士透露，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主講幸福前行主席的理念與政治主軸時，不僅火力全開，痛批黨內的前輩，更罕見的公開爆料馬英九的身體狀況，令現場一片譁然。鄭麗文地圖炮猛轟趙少康，說信他的人非常少，意思啊，這個趙少康就是個少數派的小丑。在當天的培訓課上，鄭麗文展現出了極強的個人風格。他首先大談自己的從政理念，強調自己這輩子做什麼像什麼，不講空話，並自信地表示大家能夠感受到他的真誠直言，沒有人需要幫我寫稿，甚至將自己過去的講話比作是武林秘籍，呼籲台下的學員要好好的領悟吧。隨後發言就充滿了火藥味兒。鄭麗文將矛頭直指近期在軍購案議題上與其立場對立的中廣的前董事長、國民黨的前大佬趙少康。他毫不留情地諷刺趙少康，稱自己根本沒在看沒在聽趙的發言，因為很難跟趙少康理性溝通。更令趙少康難堪的是，鄭麗文直接在內部的課程上斷言，信趙少康的人非常少。我相信他應該自己也很受傷吧。這就是個小丑，好吧。這一番言論呢，並非是空穴來風。近期的國民黨內部在涉及到對美的軍購預算的議題上嚴重分歧啊。鄭麗文呢堅持要求必須見到美方的發價書等核心原則，而趙少康呢則被外界視為傾向於親美這個親美派的頭子啊。在相關的表決中，鄭麗文的方案獲得了勝利，而趙少康的立場呢則顯得越發的孤立。此次的鄭麗文在內部的培訓中公開大酸趙少康，被視為雙方矛盾徹底公開化的一個標誌了。而且除了與趙少康的隔空交鋒呢，鄭麗文在會上另一番爆料更讓現場人感到傻眼。談及黨內的現狀，他突然將話題轉向了馬英九的健康問題。據透露，鄭麗文說馬英九的狀況很不好，並公開呼籲馬英九的家人應該盡快安排處理，言語間透露出對馬英九未來可能再出什麼狀況的極度擔憂。這個突如其來的爆料，讓原本嚴肅的政治培訓課程瞬間充滿着八卦。事實上，關於馬英九的健康狀況的傳聞呢，近期呢在輿論場上確實是甚囂塵上。此前呢，資深的媒體人趙少康曾在節目中透露，馬英九近期2次主動致電給他。趙少康強調，馬英九在電話中講話蠻清楚的，邏輯並無異常，試圖以此反駁外界關於馬英九失智的惡意揣測。馬英九本人也通過電話向友人澄清，強調健忘和痴呆是兩回事兒，不能讓外界將健康問題與基金會內部的財務爭議混為一談。儘管趙少康等人極力的為馬英九的健康狀況背書，但鄭麗文此次在內部的高層培訓中如此直白的表達擔憂，無疑給這些傳聞增添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引發了外界對馬英九晚年的生活與政治遺產的更多的關注。好吧，這個趙少康立刻就跳起來了。趙少康多狂的人啊！趙八千立刻就跳出來說：“好你個鄭麗文，你敢背後罵我，有種！你當面說我啊！誰把那天的錄像錄音給我拿出來？”基本上就是說，對不起，其實我也不想跟他糾纏了只是。你既然提到我那我也不得不被迫回應
那昨天他提到我的部分，我透過小編去查證2個學員，都說他的確有這樣講啊。那這麼多人在現場啊，他到底有沒有講啊？我想這個事實勝於雄辯哈。那最好他沒講啊，但是一個這麼重要的黨主席的講話啊，講空戰啊，那總有錄音吧？以我對黨部的了解，不可能沒有錄音的。哦，那把錄音播出來，大家看看就知道了嘛。這50分鐘到底他講了什麼？有沒有批評誰啊？播出來給大家看看啊。另外有不少媒體報道嘛，那是不是報道的記者也可以出來說一下？你們到底是做夢這個憑空杜撰，還是真的有所本？哦，這麼多記者寫，那都是憑空杜撰，都沒有這樣的事情，都能夠無中生有，那記者也要負責任啊。所以我是覺得，從黨的角度，他應該公布他的錄音。那從媒體的角度，那記者也應該說明，那到底他不必透露消息來源啊，但是至少可以說，那到底有沒有這回事啊？那當然批評我說我他講我什麼？說我你講話他都沒溝通對吧？他沒有人相信你講的話。對。第一個就是說他我很難溝通啊。那就以軍購這個案子來講，很多人跟我溝通過啊，我也跟很多人溝通過，郭昌也溝通過啊，我跟周瑜就也溝通過啊，但是鄭麗文從來沒有跟我溝通過啊，所以不是我難溝通，是沒有人來，就是說黨中央方面沒有人來跟我溝通過哈。那我是一番好意啊，結果被他們誤解啊哈。那另外，當然我自己也要檢討了哈，就是說大家都不相信我講的話哈。所以我這個也要深自反省哦，就是為什麼大家都不相信我講的話哈。那至於說我不理性哦，我想我大概是台灣，至少我敢講前10%理性而且有邏輯的人啊。我自己學理工的，一向所有的這個所學的就是非常邏輯，都是要講邏輯的，沒有什麼情緒性的發言，通通沒有了哈。不過這都不重要了哈，我想一個個來講哈。第一個就是特別講到馬英九哈。說他的身體狀況等等哈，我覺得不要老是拿他的身體來講他嘛，事實是事實嘛，身體歸身體是兩回事情，就是不理性的人才會把兩個混在一起嘛，理性的人知道這兩個是分開的啦，你不能放在一起講。馬英九自己打電話給我，他也很理性啊，他說少康，他們都說我身體，都說我這個失智，他說兩回事情啊，那馬英九身體好不好是一回事。他的幹部有沒有違法是另外一回事，你怎麼把這兩件混在一起呢？對不對？你不能說馬英九身體好不好，跟他幹部有沒有違法，所以這是一件事，這不是一件事情啊，這是兩件事情的。那這個必須要有憑據的。我相信馬英九基金會他也會拿出憑據來的。你們這樣一直逼馬英九用他的身體來掩蓋其他的事情，我告訴你，以我對馬英九的了解，他會到法院去的。他會到法院去的，到法院去爭個是非，爭個明白的，因為他電話裡是跟我講，他說我現在已經不是法務部長，所以我沒有辦法指揮檢察官，但是我們可以到法院去爭個公道吧。所以他已經這樣講了，你們還天天講他身體，天天講他身體，你們你們到底有沒有真的搞清楚馬英九的個性？我跟他一起進大學，一起大學畢業，我從大學認識他，他的個性我很清楚的，不要老是拿他的身體來混淆這個事情的這個對錯嘛，你這樣，你只是混淆而已嘛。因為他身體不好，因為他怎樣，所以這些事情都沒有，都是他亂講的，可以這樣子嗎？這才是對他最大的傷害，對他最大的侮辱。你們口口聲聲講說是保護他，其實你是在傷害他了。那另外說過去的這個黨主席，或是過去10年這個什麼都被國民黨都被敗光光等等，我也很高興看到鄭麗文能夠這個一掃過去國民黨的積弊，能夠中興國民黨很好啊，我真的覺得以鄭麗文最近的言行是不是過去10年，過去100年都很少有這麼優秀的偉大的黨主席，你看自己講他說我到大陸，我想川普到現在為止也不敢講他，然後呢說將來到了美國去就把華盛頓也擺平了。那他還說他想要去跟川普見面，甚至還說有人說他會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樣偉大的黨主席所以我真的一方面這個為國民黨覺得生慶得人了
一方面真的覺得2026年國民黨光靠鄭主席一個人一定就能夠大勝不管在這個原來已經當縣市長的地方大勝，不是國民黨是民進黨執政的5個地方也會大勝那另外一點，2028年更是毫無懸念，所以我也恭喜國民黨，也恭喜鄭主席我真的很誠心的恭喜他們，因為這麼偉大的領袖真是不容易所以國民黨這個能夠選出這樣一個黨主席真的是國民黨的怎麼講呢？這個積來的德吧因為做了這麼多這個有利的事情終於找到一個好的黨主席，那把過去10年甚至100年的積弊一掃而光鄭主席一出手就真的是那個戰績輝煌。我相信國民黨以後的空戰跟阻滯戰搭配一定要戰無不克，攻無不勝。鄭麗文當天的發言呢，可謂是杀傷力十足。除了痛批趙少康擔憂馬英九，他還直言這10年國民党百廢待舉，前面的都把國民党敗光了。這份言論無疑將朱立倫、吳敦義、洪秀柱、江啟臣等歷屆的黨主席全部給得罪了一遍。然後呢，对於外界的詢問，國民党文傳會的主委尹乃菁僅以抱歉不回應作為答復。鄭麗文此次在內部課程中這個可以說是展現了他敢言敢衝的強硬的作風，但也暴露了國民黨內部在路線之爭與派系整合上依然面臨着巨大的挑戰。在距離大選越來越近的關鍵時刻，鄭麗文如何能夠把黨內的山頭拔掉，團結各方力量，將是他的嚴峻的考驗鄭麗文該亮劍時就亮劍，但是亮完了劍以後，能不能把這些趙八千幫給斬了，這話就不好說了吧。點個訂閱，咱們下集再聊。